我们今天2025年7月22号，我们来到了羽田机场啦。那这一趟是有特殊任务的，是专程为特殊任务跑一趟羽田机场。刚刚早上搭了长荣的松山羽田 BR192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去进行我们的任务了。那就是很多观众很热情的给我留言，那我都有看到了，就在问说啊，羽田的 A1 开幕了。其实我一直在等羽田的美国运通开幕的消息，但是就一直保密到家，都一直没有公布。然后它是闪电公布，上礼拜的礼拜二才公布周三开幕。那我真的没办法，因为周三我也是要上班的，对，而且周二那一天我人也不在台北，所以我没办法。对，所以上礼拜就真的是错过了前面几天的开箱。对，那我就赶快安排我下一个假期，就是这礼拜，所以赶快礼拜二我今天就跑一趟啦。所以我现在人就因为这件事情特别买一张机票跑来东京，要来看一下这个美国运通的贵宾室长什么样子。那这贵宾室的话，有先看网络上的一些介绍，所以我今天有特别选了航班，那会把中午时段还有傍晚时段的2种餐饮都帮大家开箱试吃，要来做个彻底的开箱。那位置的话，我们就往前看。美国运通贵宾室的位置的话，上次我们其实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。那新贵宾室的话，就在国泰那个位置，就是日航在正中间112 gate 嘛，然后在149级那边的话，有一个全部是贵宾室的地方。那边日航还有一间，然后国泰在楼上，中间有一层达美，然后旁边就是美国运通贵宾室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前往就是140到149这个方向。因为是在145、146左边就会有个清楚的标示了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哇，羽田机场这个，因为下午这个时间就是给它4、5点就有疯狂多的班机要往北美，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半，对，所以这个时间算是一个小高峰，早上也是一个高峰，人潮是真的很多。像外面各餐厅啊，就是真的是一位难求。目前我暑假也去过不少机场，哇，这羽田机场真的是非常的繁忙啊！好了，就在这个书店、药妆店这边的对面，就有看到这一区，就走到底的地方，不要到140 gate 口，这边就有一个专门就lounge的地方了。那其实刚才一进来，很多地方都看到 A1 的广告了。这边lounge的长相就会像这样，我们来看一下喽。6楼是国泰，然后5楼就是达美跟一间日航，4楼是日航跟 A1，所以我们今天去的就是这一间喽。那这也是美国运通在亚洲第2间贵宾室，第1间在香港。我们赶快来看我们今天的美国运通贵宾室。那先小预告一下，我今天要开箱的不止这一间贵宾室哦，所以还会有另外一集，只是可能不会这么快上，不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另外一间也是很棒的贵宾室，所以我们现在搭一层电梯上来就是4楼了。那右边这一侧就是先看到日航，那这边是我们的日航贵宾室。门口蛮漂亮的哎，门口的装潢风格有点国泰风格，哦，门口真的是蛮美的。哇，这贵宾室的空间真的是新的，非常漂亮。那门口左边这一间就有一个 private 是黑卡专区，就是像这样有个保留区域。隔壁还有一间，它总共有2间，像这样子一个独立的空间。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贵宾室的外观。一进来左边这边的话，就是一个通透的区域。好，那我们就一区一区来看咯。左边这一区的话是一个甜点的吧，他刚刚跟我介绍了。那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日本传统甜点。那这边有写的这个 Amex 的可爱的和果子，一些饼干。然后这边的话就都是日式的东西了，日式的这些点干啊、抹茶呀，然后一些黑蜜啊。抹茶饼，然后一些 jelly 类的东西，所以这边的话是日式甜点的 bar， 说这是一个 sweet bar。好，然后这个 sweet bar 之后呢，再往这边走就是一个休息的区域。对，那这边的话也是有个黑卡的位置，保留给黑卡区域的。那我们再往里面走喽，里面的话这一区的话就是食物的区域了。对啊，这边就是酒吧鲜。那黑卡的话会多给香槟或是给 Yamazaki 的 whisky， 那来这边当然是要喝 Yamazaki 的 whisky 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把酒单先来拍一下好了。这边有什么 cocktail 呢？哦，其实蛮多种的哦，酒的选择是真的是很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自助餐台区吧。餐台区上的食物的话，沙拉是基本的哦，有哈密瓜耶。
这边还有鳗鱼饭呢，这是鳗鱼饭，然后这应该是胡麻豆腐，然后毛豆，有鳗鱼寿司、胡麻豆腐、汁豆，然后是牛肉，没错，那是牛肉。热食种类也蛮多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 garlic steak 牛肉炒饭，这个糖醋肉，然后这边是千叶县产的米，这个米也是学问。完了，这边也有咖喱，要跟日航 PK 了，这是尾崎牛的咖喱。然后味噌汤，然后这个是那个 Milestone， 然后这边当然还是有一些基本的面包嘛，给外国人吃的东西还是有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边对称的啦，所以这边跟他们是一样的东西，是完全对称的，所以方便大家取食哦。所以热食就2种，一个糖醋肉，一个这个是炒饭，两边完全对称的。然后再来冰箱的饮料的话，就是基本日式的一些饮料，有这些水。然后有冰淇淋有冰淇淋 HIO 的 ice cream， 有3种口味。然后啤酒机是一定有的，这边是 Asahi， 然后这边是 Kirin， 然后咖啡机，厕所在后面，也有淋浴间，那个我们待会再来看好了。我们现在拿点食物，然后这个时间是午餐时间，午餐时间的话，这个吧台上面供应的是拉面。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是有拉面的。好啦，现在到我们重要的环节试吃环节了。好，那我们从冷盘先来看，冷盘的4种小点我都拿了：鳗鱼寿司、胡麻豆腐、牛肉煮跟这个毛豆。然后这是给黑卡专门的 Yamazaki 的 Whisky， 然后哈密瓜看起来蛮不错的哦。然后热食部分，我们当然拿了味噌汤，然后咖喱跟饭分开的，然后拿了一点点这个大蒜炒饭，然后跟一块这个糖醋猪跟这个笋子。再来吧台上2个现做食物，中午时段是拉面，拉面做的很搞刚，蛮认真的。然后最后那个是 burger。很标准美式食物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一样一样来品尝喽。我们坐在一个窗边的位置，是我很喜欢的位置。我们现在窗边享用我们的美食。我不得不说这跟航空公司跟平时比还是有差，因为人场质量很多。我们就先来好好品尝食物。那我们就从冷盘先开始先吃好，按照我们正常吃饭的顺序。所以我们从这一盘冷盘先来吃。我们现在试第一口是这个鳗鱼寿司。对，还已经做好了鳗鱼寿司。这鳗鱼寿司不错。再来我们试试看这个牛肉的部分。这边大量推广那个尾崎牛。这还是我想不会失败的胡麻豆腐。胡麻豆腐有加一点牛蒡。那我们就要吃热食的部分了。现在是这个咖喱的炒饭。炒的粒粒分明哦。热食只有2款，还有这个是猪肉。热食2款都蛮有特色，还蛮不错。再来就比较艰巨任务了，我们要试咖喱，但是咖喱在我心目中就会跟日航比，要跟日航比有点困难。我们先单吃一片咖喱酱看看。是牛肉咖喱，它没有日航的那么辣跟重口味，但是有牛肉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吃一口牛肉配一口饭。它牛肉选用的部位比较瘦肉，日航选用的部位比较肥一点，但是吃起来会没有像日航的那么有油花。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合美国人口味，因为它咖喱没有那么重口味，但是好吃的。至少一定赢过全日空。好，再来就要试重头戏了，就是他们现煮的食物拉面。拉面它是真的是现做，不是做好放着，因为它干脆是现场在我面前做，所以需要等待一下。其实我怀疑它这个能撑多久，因为尖峰时刻它应该都会等死。拉面来了，一碗一碗现做，所以面是没有糊掉的。吃一口叉烧，这块肉好吃，这肉想要让它配威士忌。配上威士忌好棒啊，好好喝呀！那汤底有2种可以选豚骨跟酱油，我喝的是豚骨的。最后就是还有个这个是汉堡，里面有一块汉堡肉，蛮搞刚。它刚汉堡肉是现煎，
然后面包皮另外加热，然后再放上去。我们来吃看看哦。这个小汉堡很好吃，我觉得小汉堡比拉面还好吃。这小汉堡非常厉害，它的那个皮，汉堡的皮不是冷的，它是放在一个平底锅上加热，所以皮是有点温热，一带一点口感，酥酥的口感。那里面的肉也是。点多角它现煎好的一块块小肉排，然后再放上那个面包皮，现场淋上这个是照烧酱，就日本照烧酱，所以这个汉堡好吃哇！最惊艳是这个汉堡，拉面也不错，咖喱我觉得中规中矩，没有日航的好。然后小食部分那个南鱼寿司是出乎我意料，因为它虽然冷，可是很好吃，牛肉也好吃。哇，这边的餐饮认真非常不错哎！我们再试一口哈密瓜。好幸福哦！哇，有哈密瓜不简单呢。我好像没有在羽田日航有吃到哈密瓜吗？头等国泰我确定是没有。贵宾室能吃到哈密瓜吃到饱，我暂时好像没有想到哎。要有这么好吃的日本哈密瓜吃到饱，还是观众留言一下，有哪一间日本贵宾室有日本哈密瓜吃到饱？我好像没有想过，不是那种普通哈密瓜，这是日本哈密瓜，真的好吃。哇，好，我要先来把这个东西吃完，等一下还有甜点要吃。甜点我拿了一个这个就是像是 jelly 的东西，然后有黑糖蜜，然后再拿了一个这个果冻类的，然后再拿一块这个上面写的 MX 的饼干。再配我们剩下的威士忌来吃我们甜点时间喽。刚刚呢主餐吃下来确实蛮不错的，那我期待等一下4点钟之后它就会有握寿司，看看到底有多厉害。不过我有点担心就是了，因为目前到现在的话会发现它黑卡的话就是一个小包厢，然后多给杯威士忌，所以并不像香港那边就是黑卡会有额外的一些特殊餐饮，所以黑卡区的专属部分确实比较弱，但相对它在白金卡大家都可以共用的这一区的话，东西是很厉害的。那个现做吧台上面的那个拉面跟汉堡确实很好吃，但我不觉得这个可以一直撑下去，因为我刚来的时间已经是美国班机起飞之前，算是过了那个最尖峰时刻，可是那边还是大排长龙，所以如果所有白金卡的客人都进来，然后都可以用那边的单点的区域，我觉得之后改变游戏规则 cost down 或者用其他方式的几率应该蛮大的，因为第一个这个贵宾室空间并不大，它就是这层楼的一半。那我们看6楼的话，只有国泰1间，6楼即便有退缩，但是它只有国泰1间，所以你可以想成这间只有国泰贵宾室约莫最多国泰贵宾室70%的大小而已，但是里面的人潮非常的多，因为大家知道羽田机场现在是飞美国航班的重中之重嘛，不管是日航、全日空或是北美，应该一天加起来有40多班飞北美的班机，光达美就6班嘛，联合好像也6、7班，来回40多班了，所以日航跟全日空应该至少20-30班，我们再可以确认一下。如果加上夏威夷的话，应该就不止了，所以那个航班数量是很大的，所以有美国运通卡能够进来这个贵宾室的人，应该资格上是非常的多。所以，因为日本机场的北美的航线的那个数量一定比香港多，香港那间贵宾室的占地就比这间要大多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块，大概就是香港白金卡的区块，可是香港多里面黑卡那一区是蛮大的，所以香港整体贵宾室的区域是比这间要大蛮多，所以我认为它现在这样子，白金卡区域、自助餐台区，然后再加上现座区，我觉得之后改变的机会有很大，否则它这个会永远大排长龙，就太豪华了啦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吃一下甜点，这个有黑糖蜜的这个 QQ 的东西，我们来吃一口看看呢。日本好像蛮喜欢这种东西的，中规中矩。MX 饼干，这块饼干倒是不错，蛮香的。黑卡亮点还是 whisky 的，他刚刚说黑卡的特调，你看 whisky 还是香槟，日威，刚知道日本威士忌啊，来这边喝什么香槟啊？那餐饮我们现在这样吃一轮了，空间也介绍完了，我们去看看淋浴间，因为有淋浴间的话，淋浴间也是贵宾室的重要之一，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。
哇，这个新装潢好的，果然是不一样。这里面细节蛮多的，我们各个来看。空间上，首先这个是蛮大的，这个比我洗过的全日空在成田羽田的头等贵宾室的 shower room， 哇，真的大多了。就真的是我现在这样走1、2、3、4，可以走4步，长宽都可以走4步的距离。然后备品上面这边用的也很不错，这边用的是全套的欧舒丹。对，这边是全套的欧舒丹备品，所以备品是蛮不错的，可以来洗香香。然后外面也是有洗手，也是全套欧舒丹。然后另外它会给备品就是牙刷，然后刮胡刀跟这些东西都可以跟他拿。那使用时间部分的话呢，在这边。这个是20分钟的限制一个人，因为它只有2间而已。但他说黑卡会员的话，可以让你洗30分钟，多10分钟给你。我觉得是蛮有趣的，对，就多10分钟给你洗澡的空间，有特别跟我说这样子。对，哇，所以这间如果有来的话，在这边洗个澡不错。不过我真的很纳闷，这边人这么多，只有2间洗澡的空间，这个应该尖峰时刻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安排时间。不过废话不多说，有这种漂亮的洗澡空间，还有欧舒丹，不洗一下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开洗！洗完澡了，真的好舒服哦，欧舒丹好香哦，现在全身洗香香的，就可以再吃点东西了。冰淇淋是一定要尝试的项目，然后哈密瓜真的太好吃了。那我们现在点的东西呢，就在这边。我们冰淇淋各拿了一个，3种口味，分别是焙茶 （green tea）， 然后还有牛奶跟那个 salt caramel 咸的焦糖。然后哈密瓜太好吃了，一定要拿，再拿点牛肉。那酒的部分的话，我一样拿了我喜欢的 Sauvignon Blanc 在左边。右边的话是这边的 Signature 的调教 Bluebird， 是用清酒为底去调的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品尝时间喽。洗完澡在外面这样坐着，我就越觉得这一间，我觉得之后真的 cost down 几率很高。因为如果它真的维持这样的话，那真的也太好了。因为真的，我刚刚边洗澡边想，我还真的没有在哪间日本贵宾室吃过日本哈密瓜吃到饱的。现在连很多早餐都没有哈密瓜吃到饱，然后牛肉还有它那个现做的东西真的是蛮用心的。那个汉堡我觉得不输日航头等的东西绝对比全日空头等好吃。然后拉面也不错，3点49，在贵宾室时间都过好快。我刚刚2点40、50分就到了，现在已经过了1个小时了。我其实有吃点东西，再洗个澡，就过1个多小时了。10分钟后寿司就要上了。然后我们今天等一下还要再拍第2间贵宾室，真的好忙哦。整体环境是非常的舒服啦，但就是我觉得这空间真的是不够，因为我觉得在羽田起码要有香港的大小，因为这边的美国人真的是超级霹雳无敌多。好啦，我们就先来试一口这个 Bluebird 吧，就是这间贵宾室的 Signature 特调一定要点一下。它是用清酒，然后加了一些汽水，然后去调的，就清酒香味啦。Sauvignon Blanc 来试一口。Marlborough 产区的纽西兰问题不大，我觉得它冷盘蛮惊艳我。那冷盘里面至少那个鳗鱼寿司跟那个胡麻豆腐，这个牛肉都非常好吃，没有因为冷了有什么怪味道，没有，非常的好吃。这牛肉我觉得我可以吃好几盘当下酒菜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试冰淇淋。试冰淇淋的话，一定要先从它这是美英的牛奶，这个 HIO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我们试任何一个牌子的冰淇淋，都应该要先从就是牛奶或是香草先试起，因为就是它冰淇淋的底，那这个很重要。就像莫凡比的那个香草哈根达斯，就是牛奶底一定要好吃，所以我们先试这个牛奶口味，看看这个冰淇淋本身的底味怎么样。首先第一个，冰淇淋的温度很好，是可以直接食用的，没有硬邦邦。温度调控的非常好，这个就很日本人，这个非常不错。牛奶的话，我觉得是算非常不错，但是如果以日本的标准的话，牛奶味应该要更浓一点才对，会相当好吃了。然后现在选的口味，我就选的也很精妙。那一个就是日本代表，就是焙茶嘛，就是在日本 roast green tea。我们看看焙茶是我蛮喜欢的，这个很日本，很好吃，焦香，这个很棒。最后就是这个比较美式的，就是这一定比较甜呐，就是海盐然后焦糖。这就是美国人比较喜欢的，就是咸甜标准海盐焦糖。那我最推这个焙茶口味，非常好吃，而且很日本风味。然后我真的觉得
哈密瓜无限吃，而且它这是好吃的哈密瓜。你知道哈密瓜好吃跟不好吃差非常多吗？差非常多，要看就是上面颜色要有一点就是透明的才会好吃，否则就会咬起来就会很硬。像这种水嫩，看上去有一点透明的这种哈密瓜，就是真的好吃的哈密瓜。所以我刚看就说，哦，这是高级货，入口即化，好好吃。那我们等握寿司之前，先吃点小点心，等下就来吃重头戏握寿司喽。他已经在准备了，我刚去他已经在摆那些握寿司的东西了。等下我们去看看。好喽，现在4点钟到喽。那师傅在这边现包握寿司了。那看起来是有3种口味，有一个牛肉的，一个鲑鱼的，一个鲔鱼的。对，所以他现在正在帮我们现做寿司。我们就来先欣赏一下现做握寿司。那这当然就要等待了，所以现在排队人潮是很多的。我们可能稍等一下再过来拿。其实排队时间相对还好，然后师傅动作其实蛮快的。大家看到刚刚师傅包也很认真，这有3片寿司，一个是鲔鱼，一个是鲑鱼，一个是牛肉，就是尾鳍牛。看起来似乎蛮不错的，我们赶快来品尝看看。这是我们今天重头戏了，握寿司。顺带一提，那除了那个威士忌之外，还有这个给黑卡会员的凯歌香槟，也是可以无限喝的。那你只要到吧台上跟他说你有黑卡，出示一下就可以有喽。好，我们现在试寿司，再来说结论。我们就先试鲑鱼吧。饭量没有太多，蛮好吃的。这个的话就配这个清酒底的吃握寿司嘛，很搭。再试一口这个鲔鱼，鲔鱼很不错，比想象中的鲔鱼好吃，鲔鱼蛮不错的。在这边一直狂推这个尾鳍牛，我们总是牛肉放最后嘛，期待一下这个牛肉寿司。可能第2片鲔鱼的那个油脂太香了，就第3片牛肉吃起来反倒就不过也是还可以。第2片鲔鱼很好吃。我说一下我的感想好了，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有签上白金卡，或者你有资格进来的，尽快来一趟吧。我觉得之后不一定会这么丰富。那当然，如果它一直可以维持的话，我就真的非常佩服美国运通了。对，不过黑卡区相对就弱了一点，就是我现在进来快1个半钟头了，黑卡那个小房间还是人满为患，所以我就没有进去，因为我要拍摄，我要讲话嘛。因为那个包厢真的超级小，所以我是怕吵到别人，所以我是跟他要了一个窗边独立的位置。但服务也还不错，因为他知道我是黑卡会员，所以帮我另外找了一个很不错的位置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蛮好的。这些新开的贵宾室，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来探访，很棒。好，我们再去晃一晃喽。对，那其实现在这个时候，虽然已经过了刚刚尖峰时刻，仍然是其实是一位难求的。这贵宾室真的唯一要说缺点，就是真的是太小间了，而且现在才刚开幕，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。我想，如果更多人知道的话，这边应该是大爆炸几率是很大的。那我在这边做总结好了，就是最后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，就是所以你要来这间贵宾室的话，假如你 base 在台湾，那你要记得就是你不能搭 ANA， 因为 ANA 在 T2。那羽田国际机场的话 ，T1、T2、T3 过了安检之后是都没有相通的，跟美国是不一样，跟台湾也不一样。所以你搭 ANA 的航班在 T2 就没有解，你没办法到 T3 来，所以先排除 ANA。那其他时段的话，这天早上并没有这么早开，所以你如果搭的是华航那一班最早的话，你也进不来，这边好像8点钟才开。对，所以你搭华航跟日航的早班机的话，应该都很难进来享受这一间的东西。所以能够进来这一间吃东西的话，你的选择应该就是长荣的2班跟华航下午那一班。不过华航下午那一班跟长荣2班的话，你都中午时段，所以你都会吃到的是拉面跟刚刚我看到的汉堡。对，那你吃不到握寿司，因为握寿司要下午4点之后提供。所以如果你想来吃握寿司的话，那你唯一解法就只有最贵的那一班 JL99， 就是日航的晚班。好，就重复一次哈，日航早班97吃不到，99可以吃到握寿司，长荣2班都会吃到的是拉面跟汉堡，然后华航的下午那一班的话，我忘记是221还是223，好，你可以吃到的是拉面跟汉堡。
就这样。不过日航那一班时间也蛮有限，因为那班大概6点左右就起飞，所以你大概也只能在那坐大概1个小时，就是时间稍微赶一点点。那如果各位是 base 香港的朋友的话，就更尴尬了，因为羽田飞香港的话，一天的就只有3班，日航1班，国泰2班，全日空我就不讨论，因为全日空刚刚就说它航厦不对，就吃不到。对，那日航早上飞，那国泰是一班早上一班下午，但下午那班是4点50，4点50的话，你4点20、15分就要登机。那大家看到刚刚4点钟整的话，那个握寿司是要排队的，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进来吃握寿司呢，你可能就是要3点45、3点50就站在那边排队，然后看能不能排到4点钟第一个拿到，然后吃完就下去登机了。因为像上次我搭国泰的那班我搭过一次，那次国泰它就是在Remote Gate， 所以要蛮早就去登机口排队，所以4点50分起飞的话，好像我记得4点10分就要登机了，体验可能就不是这么好。所以各位base如果香港的话，那就多去吃香港的 A1 好了，就是羽田的 A1 你可能比较困难一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要讲，那我的选择是什么了？对，那所以我这次为了要好好给大家拍摄，然后不要这么赶，所以我选择搭的是晚班机的羽田金浦。羽田金浦一天是有12班，大韩、韩亚、日航、全日空各3班。全日空我们就不讨论，航厦不对。那其他的话，他们 bank 都一样，都是早上1班、中午1班、晚上1班。晚上那一班羽田出发都落在7点到8点，所以是个非常理想的时间。那像我今天的话，我今天没有托运行李，所以我就是用自助登机证，自己印的登机证，所以我虽然7点多的航班，我2点多我就进来了，对，那没有问题的。那我想韩亚航跟日航应该也都可以自己印boarding pass 吧。不过如果你要托运行李的话，可能就只有日航是唯一节了，因为韩亚航跟大韩的柜台并不是开整天的，你没办法提早托运行李。但如果你搭的是日航就没有问题，对，所以如果你想要你有托运行李，然后你又搭羽田金浦，想早点进来吃的话，可能日航是你的最佳解。那我今天搭什么，待会大家就会后续影片就会知道了。我今天搭的是另外一间，我今天搭的是松山羽田金浦，早上长荣192松山羽田，然后等下晚上搭羽田金浦。那先剧透一下，我2段搭的都是78710，都是该航段最领先、最 leader 的航司，所以一起揭晓这个2条首都航线羽田金浦跟松山羽田最精锐的机型到底是什么？今天会一次全部揭晓哦。那其他的话，搭美国的航班的话，有些吃得到，有些吃不到，就看时间了。对，那半夜的航班的话可能不行，我记得好像开到10点左右它就关门了，对，所以如果是半夜航班的话，这边可能也不太适合。那至于要什么资格才能进来，我就不多说，因为千丈白金卡各国的规定不一样。台湾的话好像就没有门槛限制，但美国的好像就是有一些次数，然后你要再刷卡到一些金额会再给次数，所以那个就各国的规定不一样，大家可以参考各国自己的规定。不过黑卡的话是一定没有问题的，所以如果你是黑卡的话，你就可以免费进来，而且你可以带2个人，然后如果是带是直系亲属的话就不限，所以是蛮方便的，这间还是蛮值得来体验的哦。那这也是美国运通在亚洲的第2间贵宾室，对，那我们就期待再有第3间。不过要有第3间要在哪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台北吗？可能很难，我们那个航厦太破了，对啊。不过第3航厦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是不错啦。哇，这真的是太棒了耶！我刚刚跟他闲聊，我就说啊，就是进黑卡的保留区没有得参观，很可惜，我想要拍一个影片，对，然后他说哇，那你需要一个空间吗？他说那这个讲电话这个phone room单独留给你好不好啊？我偷看了一下，哇，真的很棒哎！各位看这个phone room就真的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小包厢哎，所以像这边就是我一个人而已。大家如果有黑卡，现在如果来，假如那个黑卡的 private 区域人太多，你可以跟他讲说，你可以用这个phone room啊，我觉得这边是蛮不错的。说实在话，我也去过这么多间这个 A1 的 Centurion Lounge， 这是我第一次在那个黑卡保留区见到这么多人，所以日本是有这么多的黑卡会员吗？我之前在香港的黑卡区，每次遇到组数通常不多耶。然后在美国那几间，上次我去 SFO， 我去 LX， 大概也同时就是多1组人或2组人，
但今天没有，今天我所在这边的这个2个小时里面，那个黑卡保留区啊，就是从头到尾都是 full of people， 满，因为我一直去张望这样子，真的很满，哇，所以是。有黑卡的人现在全都跑来东京了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在羽田了，很夸张。还有一点可以跟大家讲，就是像之前我在拍摄全日空啊的，或拍摄日航的时候，这些日籍的这些贵宾室，他们对于这个拍摄，日本人嘛，都会比较小心谨慎，所以就会跟你做一些善意的提醒，但是可能就会让某些人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了。但我自己觉得说 ，OK， 反正日本人就是。会做一些提醒，那其实我是可以接受。那在香港拍摄的话，国泰航空的职员都非常的热情。对，那这边虽然在日本，不过这个美国运通贵宾室又是比较老美 style， 他们对于我今天这个拍摄倒是非常的 open minded， 就是说很友善。所以我刚刚进来，我就跟他聊说，我今天拍摄我的方便。他说没问题，欢迎你拍摄什么的。所以就是说，这边的话对于这个风土民情啊，就是跟日本不太一样，就还没有像日籍贵宾室那么龟毛。尤其当时我记得在全日空那一次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拍影片的时候，那时我只自己拿手机做一些照片的记录而已，就有被职员提醒好几次。对，在 ANA 的 Suite Lounge， 对，所以日本人比较龟毛这个东西我可以了解啦。对，不过这一间的话蛮欢迎拍摄的，然后整个就是他把氛围整个营造就是很轻松和友善。这个讲电话这个润很棒，你看一直有这个鸟叫声。刚才有听到吗？我觉得这个氛围很棒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叫风润太可惜了，这个稍微睡一下都可以。这个躺椅有国泰的 feel， 好舒服哦，真的超舒服的躺椅，很棒。我最后总结一下好了，就是黑卡的区域的话，香港那一间远比这一间保留区厉害非常多，空间大，专属菜单、鱼子酱、和牛，还有各种高级食材、花椒。随意你点，所以香港那间真的餐饮是厉害。那这一间的话，就相对它在黑卡这一区并没有这么厉害，就是一个位置的保留，然后只有多了凯科香槟，跟多了山崎威士忌给你喝到饱，就这样，没有其他额外的东西了。但反过来讲，对千丈白金而言的话，这一间就非常厉害，因为他给的那些食物是所有人 all you can eat， 所以反之这一间我觉得是，如果你有大白的话，短期内千万别错过这一间，真的是非常棒的选择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我在这边休息一下再走，这边好舒服啊，拜拜。